哎，我说洪忠，你有点起子不行吗？你躲他干嘛呀？你欠他什么吗？心烦，不愿见他。你说这个现在谁信呀？你说你这前几天还为他要死要活的呢。谁要死要活了？那是我洪忠干的事儿吗？那怎么不是啊？你自从认识那夏白露，你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？都说了别提他，好不好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不想见他，无非就是他已经结婚了，是别人的老婆了，没你什么事儿了。洪忠，你以为你是鸵鸟啊？把那脑袋扎那沙子里就没事儿了？别闲着你有文化，还鸵鸟。鸵鸟长什么样啊？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！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你不是想知道你自己比那个拉琴的差哪儿了吗？你不问问怎么知道？有病吧？我是有病，你要不对那夏白露死了心啊，我这病就治不好了。不去。你去不去啊？你不去我去，我非让你死了这心不成？夏白露啊，听说你结婚了，走吧，庆祝一下去啊！这有什么好庆祝的？哎呀，走吧走吧，哎，庆祝一下去。我还要上班呢。哎呀，哎呦，走吧，那车还没放呢。那车会有人收的。哎，你们把车收一下啊！不是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夏白露，我这儿别的没有，酒管够。今儿啊，你就大胆的喝，喝多了呢，我送你回去。真不爱喝酒。我这杯，祝你新婚快乐，白头到老。总之呢，我就是希望你跟那个艺术家好好过。我干了。好样的，夏白露。说实在话，从小到大，我没有这么讨厌过一个人，你是第一个。你这算是在夸我吗？你真有这么想，也成。我今天叫你来吧，其实就一件事儿。你说你为什么就没看上洪忠，倒看上那个拉琴的了？你说洪忠他哪儿不好啊？我从来就没有把他们俩放在一块儿比过。得，他还以为自己是临门一脚，被断了球，合着你连上场的机会都没给他呀？夏白露，既然现在呢你都结了婚了，我觉得咱俩也就没有必要再针锋对麦芒的斗了，你说呢？谁跟你斗了？是你一直在欺负我。是我一直在欺负你，你要这么说也行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说对不起，因为全服装市场的人都知道我喜欢洪忠，你跟我抢，我那么欺负你，你说算不算是情的？我跟洪忠真的没什么。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看过他对哪个女孩这么好过呢。他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我，所以才这样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。总之，谁要跟我抢我喜欢的人，我就跟他过不去。我现在觉着吧，说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你都结婚了是吧？说实在话，小白露，我挺佩服你的。你说就老周那些破烂货，你就这么愣生生的给他捣鼓出去了，我服你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咱俩就做个姐妹呗。怎么了？你还不乐意啊？其实我也挺佩服你的，你也挺不容易的，白天要卖衣服，晚上还要管酒吧，挺辛苦的。这些啊，都是扯淡。其实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嫁个好男人，我就特别想嫁给洪忠。既然你现在是我姐妹了，你就不要再跟我抢了，好吗？来，我敬你一个吧。
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已经没有勇气再爱任何人了，真的。爱情很残酷的，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吧。我只想找个我的儿子，把他照顾好就可以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小白鹿，什么也别说。我知道，我们今天不醉不归。喝。这俩不会打起来？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小心点！哎呀，好久没有喝得这么开心了。接着喝啊！什么情况？你看，全是车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北京连个3环都没有呢。那时候可好了，一放学，洪忠就带着我骑着自行车，满北京城的溜达。你们北京人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呀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你们一个个背井离乡的，北京有那么好吗？我觉得北京挺好的，要不然这么多外地人，为什么都愿意在北京飘着呢？你不算飘着，你都结婚了。你们家那个拉琴的，是北京户口吧？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什么真的假的？彤彤，妈妈想你。我们再喝点去吧。走走。哎，干嘛去？还喝什么呀？喝什么呀？看你们俩都成什么样了，赶紧回家去。走，洪忠，走啊！哎，走了走了，再喝点去。回家。哟，醒了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别一惊一乍的，这是我家，我怎么能在这儿啊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干嘛？我吃了你啊我！你和苏一佩喝了酒了，我把你弄回来的。那苏一佩呢？送回家了呀。那你为什么不把我送回家呀？抬住，抬不动。你赖皮！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和我怎么着你似的？昨晚上可是我睡了一晚上沙发，你睡的床。俩女喝那么多，够有本事的呀！要没我，你们俩铁定睡大街上了。谢谢你了。哎，我这弄得乱七八糟，你就走合适吗？我先走了。你在我这儿睡一晚上，不怕你老公生气啊？用不着你管。干嘛呀？昨晚上你说什么？全是假的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全是假的？我问你呢。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你少套我话了，我喝大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不走。嘿，谢谢你啊。
大清早出去干什么了？我昨天他给我去买豆汁儿去了。豆汁儿？啊，我们家谁喝豆汁儿啊？我喝啊。我昨天晚上特别想喝豆汁儿，他今天早上就跟我去买去了。哦，买到了吗？那家店关门了，别家店我没找着一样的。你大清早就出去了？那你昨天晚上几点钟回来的呀？大文也回来的，你都睡了。我问他呢。那个家宝的爸爸妈妈吵架了，所以我就过去帮忙劝了劝。家宝妈妈吵架，你劝的什么架呀？他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呀？他们是不想给你添麻烦，所以就直接给我打电话了。以后有这样的事跟我说啊。哎，人大人吵架，你劝的什么架呀？你们俩赶紧收拾出来吃饭。哎，谢谢啊。走吧。你去哪儿了？打了一晚上电话没关机。哎呀，昨天跟朋友去喝酒了，喝大了。你还喝酒？你跟谁喝的呀？苏玉佩，哎呀，跟你说你也不认识。你喝酒你可以跟我打电话，我去接你啊。喝醉了吗？那你在哪儿睡的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怎么会去了红中家？你在红中家睡的？你千万别多想，我们什么也没发生，他睡在沙发上的。没事儿，本来我们就约好了互不干涉的嘛。那个，你俩真没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没有啦，我也只是关心一下你而已。对不起，以后要是再出去喝酒，我提前告诉你。哎，你在干嘛呀？去吃饭吧，我来叠吧。武正，武正，过来帮我带。姐，你戴这项链特别好看。爸爸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在房间里待着吗？怎么出来了？爸爸，我痒，你看，你看。哎天哪，这手怎么弄的？怎么回事？阿姨让我吃哎鱼。呀妈呀，这什么病啊？传不传染呢？不传染。彤彤对海鲜过敏，她不能吃海鱼。我哪知道他海鲜过敏呢？真麻烦。哎，会不会死人呢？不会死人。姐，我带彤彤去医院打个点滴行吗？去吧，赶紧去吧。走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直接把孩子送给他妈那儿去吧。我这也玩腻了，一天事儿太多，太麻烦，直接送走啊。好嘞，好嘞。三儿，有事儿干呢。黄正，既然大家以后是邻居了，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说在前面比较好。如果夏白露再喝多了，当然不只是喝多了。如果需要你送她回家的情况下，麻烦你多走2步，送她回自己的家。凭什么？头儿长他身上，去哪儿我管着吗？他进了我的家门救我家人，凭什么送你家去？
我没工夫在这跟你胡搅蛮缠。你只要记住一点，我和夏白露已经结婚了，我们才是合法夫妻，请你自重。吃醋了？那倒不至于，因为我相信他，我只是防止有些人心怀不轨。这是我要跟你说的。你以为夏白露好骗是吧？告诉你，我眼睛亮着呢。我和他的事和你有关系吗？那可说不准，全凭小爷心情。你看这小衣服多可爱，拿下来给你看看吧。你要自己穿还是拿货呀？你看这做工，这是手工的。彤彤，不管谁问爸爸在哪儿，你都说不知道，要不然你就有可能这辈子都见不着爸爸了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，我不说。乖，赶紧妈妈告诉他，让他赶紧带你回老家，别再找我了。算了，不说了。彤彤，你看，你妈妈就在那儿呢，去找她吧，啊。喂，赵姐，我送我孩子了，现在就回家。我后悔了，你把孩子给我带回来。啊？啊什么？你别让我说第2遍。再看看吧。不好意思，杀鸡不卖吗？真的不行。杀鸡不卖。喂，李经理啊？啊，对，我曲哥。啊，是这样，那个您那个红酒廊现在还需要表演的乐手吗？对，也是大提琴。啊，没事儿。我本来说还想介绍个学生过去的。行，那没事了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再见。下面就请你去欣赏他带给我们的幻想之乐。黄忠，你快出来吧，别跟小孩一样老躲着，有意思吗？谁躲你了？干嘛呀？我那面墙的租金。我知道了，给现金。哦。还有事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吃个饭跑这么远的地方，还不够油钱呢。这汽油又不你花钱，你操什么心呢？再说了，你再婚我还没恭喜你呢。今儿这顿饭就当你请客，我喝喜酒了。走啊！怎么样？有点品味吧？这地方挺不错的，没想到
你还能找到这样的地方？你以为只有你那拉琴的老公才懂得品味？我跟你说，夏白露，想当初哥们儿在老莫餐厅请人吃饭的时候，你现在老公可能连西餐厅长什么样还没见过呢。怎么了，娟儿？那么老实，不顶我两句？你想让我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想让我说，我们这些小城市长大的，比不上你们在北京长大的？你们？你怕别人不知道你们俩是两口子是吧？你告诉我，夏白露，你到底看上那拉琴的什么了？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没完。服务员买单。你甭搭理他，我让你进来再进来。你有毛病啊你！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哎，你请我吃饭，我还没吃呢，你走，你合适吗你？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看我干嘛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事儿，你不会请我吃饭的。你傻，我不笨。我想请你帮个忙，你那面墙能不能继续租给我？你说什么呢？再说一遍。你都听到了，随你便。你要不答应的话，当我没说。你别介啊！你再说一遍，我愿意听。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别人求你，你心里特爽是不是啊？别人不敢说，你夏白露求我，我特爽。再说一遍，啊！我不说了。市场这么大，又不是只有你有那面墙。嘿，长本事了。要不你就试试，批发市场我红中不租给你，谁敢租给你？那你到底是租还是不租？你跟我说说你想做什么？今天有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衣服都给买了。真的？这么大事你怎么才说啊你？我也没想到会卖这么好呀，当时就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。你没想到，我早想到了。你吹吧你就。你还别不信，你以为我租你个店铺干嘛？你夏白露就那么有魅力，让我干嘛我就干嘛。再说了，你现在还嫁个小白脸儿。你说你怎么了？你瞪我，我也得说。你肯定在想，我租给你个店铺是我可怜你，想帮你，有这么点意思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告诉你，我觉得你行。你来批发市场没多长时间吧？老周的生意哇哇往上涨，而且你有一个特点，爱动脑子。那些压箱底儿的衣服没什么用吧？经你俩手这么一倒腾，成最时髦的衣服了，牛！你还别以为我大老爷们儿不懂这些事儿，我妹懂啊。我妹给我说，哥，90后的小青年儿选衣服俩字儿硌死。恨不得全天下的人就一件才好呢，穿着倍儿有面儿。但我觉得你这生意吧，在批发市场里边办不合适，你得有你自己的店铺，就像现在太古里使馆街那些小店铺一样，门脸不大啊，可是专人专制衣服，一个月做2件衣服就够赚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没想到你还懂这些。懂得多着呢。哟，才夸你几句就变形了。我变形金刚，你不知道？哎，你到底租不租啊？租啊，当然得租啊，租谁不租啊？回头我给老周的新租户说一声，把那墙面让给你。啊？那不好吧？你要是没有其他的空地儿，要不然我还是找别人聊聊吧。找谁聊啊？我的店铺我说了算，那哥们儿没多少货，不就一墙面吗？不是，可是我觉得……可是我就一条件。什么条件？
你跟那个拉琴的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你跟他怎么认识的？怎么就结婚了呢？怎么认识的？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你拉琴的到底看上你哪儿了？哎，你和贺武周到底离婚了没有？你就跟这个人结婚，你不怕重婚罪啊？就装吧你！啊？我说你就装吧，你不说我也能查出来，不说我也能查着。哦，干杯是吧？谢谢谢谢，来。你老婆长得挺漂亮啊，怪不得彤彤这么可爱呢，心里还是有点小留恋吧？我跟他早就断了，这事你知道。断了就好。你放心，姐，我明白，我以后就一心一意的跟着你。这就对了。三儿，你带彤彤出去玩去。走。我去换个衣服，一会儿陪我游个泳。哎。我说怎么我去哪儿他都知道呢？真把我当看门狗了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看车啊，还能吃饭啊？啊？还你呢？这有啥去？你好，看看我们北京威往306这款车呢，外观比较时尚，也很实用。最重要的是，哎，行了，哥们儿，北汽威旺我熟，从事业刚起步到现在，我一直开着呢。我来介绍啊。好，那您二位先看着，我去给您倒杯水。啊。你想换车呀？啊，帮我试试，来。啊，我又不懂车。帮我试一试。哎呀，试方向盘呗，轻不轻？哦，哎，这个方向盘好像是挺轻的，也挺灵活的是吧？嗯，座椅可以调节呢，上下还有前后都可以。我也不会调。哎呀，算了，还是你自己来试吧。这车我真是不懂。哎，来你自己试。喜欢吗？我喜欢有什么用？得你自己试啊。你喜欢我就给你买呀。你给我买啊？干嘛？我又不需要买车。北京那么大，没辆车多不方便啊。不用啦，我平常坐公交、坐地铁挺方便的，我都习惯了。你现在刚刚开始单干，大小也算个老板了，没辆车多不像样啊。哎呀，真不用。我要需要买车的话，我自己可以存钱买，不用你帮我买。走吧，走吧，赶紧走。哎，别跟我抬杠啊！听我说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嫌货少，有没有车你无所谓，那货多怎么办啊？用手办呢，还用自行车驮。所以这车你挺需要的，你好好看看，这车挺漂亮的，拉货也实用，你上班的时候可以开，需要用的时候可以拉货，挺好的。最关键的是，你看，价格很实在呀，挺适合你这种刚刚起步创业的人啊。我刚才不是都已经跟你说了吗？我如果真的想买车，我自己可以存钱买，不用你花这个钱，好吗？咱们走吧。那行，我自个儿买行吗？销售，哎，你好，这车有现货吗？有，你想要什么颜色的？银色。那您二位先稍等，我去给你拿表格。好。永忠，就是你买了我也不会要的。我没说给你买啊，我自个儿用。这么新的车拿去拉货多可惜啊！但以后你需要用车可以找我，按小时收费，怎么样？你怎么这么任性啊？怎么样啊？我不想你为我花钱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自个儿买。哎呀，经理，经理，你再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呀！大姐，我这儿真的不缺人，
生鲜部那儿还缺一个，行不行？哎呦，这个生鲜部那不是屠夫吗？这个也太……您要这么挑肥拣瘦的话，您还让我怎么帮您？不是经理，你看我老公吧，他是财经大学毕业的，他有会计证，你让他收个银，这也就够屈才了。再让他剁肉，这个太……大姐，我这么跟您说吧，我们这儿现在就缺那一个职位，您要干就干，不干我也没办法。哎。哟，安姐，我看你跟那经理磨磨半天了，是因为你的老公工作的事儿啊？是，总找不着合适的。我老公是会计，是有会计证的。什么这个证那个证的，在小地方管用，到北京来不管用。是，只有像曲老师那样在北京考的证才有用。等你们家宝考上了，你不就熬出来了吗？说真的啊，我还得劝劝你，你们两口子别老当着家宝的面吵架，对孩子影响多不好啊。谁说我们吵架了？哎，前2天你们俩吵架，夏白露不是还跑去劝你们了，弄得下半夜才回来。你说你们两口子吵架就吵架吧，还麻烦人家干什么呀？安姐，我都快半个月了，就没见过夏白露的面，她劝的哪门子架？啊？别喝了！你管我呢？我不管你一家怎么过。陈友谊，我每天东奔西跑的给你找工作，你呢就知道喝。孩子眼看就要上大学了，学费在哪儿呢？将来还要上研、读博、出国，这些钱都从哪儿来？你想过没有？那就别上了吧。你说什么呢？那孩子的前途呢？明明家里面就没这个条件，非让他学什么艺术，上个技校好好找份工作多好。都是你自己自私，想圆你那个年轻时候不切实际的梦。混蛋！你陈友谊，你混蛋！你什么话都能说出来，你啊！喝死你！离婚！离婚就离婚，别拿离婚吓唬我。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，陈友谊，没法过了。杜姐，你先别急，家宝会不会是跟同学出去玩了呢？我给他所有的同学都打过了，他们都说他下了晚自习以后就回家了。那他也许还在回来的路上呢。不，他已经回来过了，那个钥匙就插在门锁上呢。八成啊，是听见我跟他爸吵架了。啊？你跟姐夫又吵架了？唉，别提了。那行吧，我出去帮你找找，咱们保持联络。你这是干嘛去呀？哦，家宝不见了，我得去找找他。人家孩子不见了，你这上哪儿找他呀？平常家宝爱去哪儿我都知道，我去找找他。行了，这大半夜的，别往外跑了，丢不了，人家有家长呢。哎，杜姐就是找不着，才给我打的电话。我说别去就别去。为什么呀？我哪知道你大半夜到底要干什么去呀？我还能干什么去啊？可是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上次就根本没去小杜他们家劝架，你当我真不知道？哎，怎么了？都站这儿干嘛？哦，那个家宝不见了，我得去找他。陈家宝啊？晚上我还见过他呀。他在哪儿啊？就在我原来那个家楼下呀。他不知道我搬家了，后来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。怎么了？他找你干嘛了？就是问我能不能考上之类的。那你说什么？我就说比较困难啊。你就这么说的？你这么说对家宝打击很大的。那我总不能骗他吧？家宝到现在还没到家，杜姐都快急死了。不是，陈家宝丢了跟曲和有什么关系呀？你嚷嚷什么呀？我去找他。我说不许去就不许去。妈，你早点休息，别等我妈。夏白露，你们说的什么态度啊？你们？进去看看。妹妹，想问一下，有没有见过一个男孩背着一个大提琴，大概1.7米左右，白白净净的，长得还挺好看的？没看见。你好好想想。真没看见。
想彤彤了。你说家宝会不会跟彤彤一样就找不回来了？不会的，家宝和彤彤都会找到的。对了，有个地方或许家宝会去。哪儿啊？走，跟我来。现在你们有演出吗？啊，今天没有。你帮我看一下灯，谢谢。好的。家宝，你吓死我了！原来你真的在这儿啊！啊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？你干嘛一个人跑这儿来呀？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呀！喂，杜阿姨。对，家宝找到了，你放心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爸妈有多担心你呀？这一天一夜，他们一直在找你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阿姨把彤彤丢了是什么心情？那个时候阿姨有多难受，现在你爸妈就有多难受。傻孩子，走了，跟我回去。哎呀，跟我回家，你别那么不懂事，别让你爸妈担心了，快点！你不回家，反正我也考不上，我回去就是个累赘。没志气！就是因为你毫无斗志，所以我才说你考不上的。你是有多想考？你跟别人的付出比一比，跟别人的好胜心比一比，你再来问别人你有没有那个机会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没志气，我就是不喜欢大提琴。胡说！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你会在这儿吗？因为当年我和你一样，差一点就想放弃，但是当我一个人悄悄走进这个音乐厅的时候，就像你现在一样，一个人站在这里，我就知道。我还是渴望站在舞台上，渴望听到台下的观众为我欢呼，为我鼓掌。这么多年的辛苦都熬过来了，你真的想临门一脚就退缩吗？好歹也是个小老爷们了，拿出点志气来。什么？你把琴卖了？杜姐，这事儿也赖我，我实在是没拦住家宝。我觉得吧，这孩子也不小了，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也能理解。我觉得你们可以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件事儿。陈家宝，你知不知道卖了就买不回来了？我觉得这琴没用，我要买火车票回家。混蛋！陈家宝姐，你知不知道你当时非要买的那把琴有多贵吗？败家子儿啊你！我不想学了，不学拉倒，不学以后什么也别学了，滚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回来，就要让他滚？闭嘴你！他跟你一个德行，烂泥扶不上墙，一个比一个窝囊。家宝，什么呀？这都是，命咋这么苦呢？我。哎，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家宝考不上啊？他呀，基础都很稳，就是音乐感觉上总是差了那么一些，可能是年纪还小，还没开窍吧。家宝的爸爸妈妈背井离乡来北京，现在老家的工作也没了，房子也没了，家宝万一真是考不上，那他们该怎么办呀？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说的这些，就是家宝目前最大的障碍。你想，他那么小，就要背负那么多，又要背负父母的期望，还要背负生活的压力。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家宝的心情。你也是这么走过来的，是吗？对啊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妈对你发脾气，其实也是在表达对我的不满。哎，你能不能再教教家宝？我都已经辞职了，怎么教他呀？
辞职了也能再教他呀。你想嘛，家宝能够从老家考到音乐学院附中，就证明他是有一定天赋的，没准再教教他，他就能开窍了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他，你要放弃他，他就彻底完蛋了。